该做正颌手术的时候呢，您就应该要考虑做正颌手术，而不要用一个来去掩盖你需要做正颌手术这件事情，否则的话，你达到的外观效果会非常不自然。首先呢，我想要先聊一下为什么大家喜欢瓜子脸。那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最火红的蔡徐坤，那他就是一个瓜子脸的例子。那瓜子脸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脸的线条从下颚骨那一直到下巴呢，是一个英文叫做 taper， 就是一个往下缩窄的脸型。那比如像 Angelababy， 应该怎么判断瓜子脸跟下巴后缩呢？下巴后缩的患者呢，通常他会有嘴唇上面的一个异常，因为我们称为 lip incompetent， 他会想要去包覆他的下嘴唇。当你的下颚后缩的时候呢，你的下齿槽骨的倾斜会造成这一块会比较凸出来。这一下巴的肌肉会比较紧绷，所以在正面上看起来，虽然它的线条也是呈现一个往下缩窄，好，但是它在嘴型上你会很明显看起来，它跟瓜子脸那一种很自然、很放松截然的不同。不一定要到正侧方，你在45度角看的时候呢，就会很明显，下颚或下巴后缩的人，它会呈现一个球形。什么叫球形？就是它的上颚骨会倾向会比较突出，然后下颚会很后缩，它侧面上会很像一个球形。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做 E line， 好，叫 aesthetic line， 好，那这个 E line 呢可以帮助你做一个侧面的标准，但是千万不要完全的推崇 E line 哦，好 ，E line 不是一个绝对的依据哈，好，但是它是一个相对性，你可以判断，就是说你在侧面鼻子、上嘴唇、下嘴唇跟下巴瓜子脸的人情况，在侧面上来讲会大致上可以连成一线。但是呢，如果是下颚后缩，正面看起来像瓜子脸，但是侧面下颚后缩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球形脸的，那么依赖呢就碰到鼻子、上嘴唇就碰不到，因为它下颚是后缩，它就已经碰不到下面嘴唇，也碰不到下巴，哦，这是一个小技巧。我可以完全理解呢，所有的患者都希望能够用最非侵入性的方法来达到美观的效果。下颚后缩的人呢，他通常问说他能不能够只做一个下巴手术，这个要看程度。假设说你的上下颚骨的前后差异，或是你的旋转的这个角度没有太大的话，当然你可以做，不管是植入物或是你用下巴的节骨往前，就可以调节这样子的一个脸型。好，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也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上下颚的前后差距很大，造成他的牙齿的前后距离差很大，再加上这个旋转的角度，导致于他的下巴转得太后面，这样子去做一个单纯的下巴手术，因为这个下巴手术必须要做一个比较夸张的下巴来去解决侧面想要达到依赖的结果，这时候就会发现他的下巴就会很不自然的凸出来，而且他会跟他的下唇跟下巴这中间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凹陷，从侧面，那原本应该要做正颌手术往前，但是他只做下巴，就会产生一个很不自然的上嘴唇还是很爆，下嘴唇往后缩，而且上面的牙齿咬到下面的嘴唇，把它咬翻出来，然后但是下巴却一个跑出来哦。该做正颌手术的时候呢，您就应该要考虑做正颌手术，而不要用一个过度的下巴来去掩盖你需要做正颌手术这件事情，否则的话，你达到的外观效果会非常不自然。这要讲到两个次分类了，一种就是有合并开咬，前面是分开来；一种就是没有开咬，但是它也是前后差距很大。那不管哪一种发音方式呢，都会产生一种困难，它会比较难发出齿音。像 S 跟 Z 啊，都是你的门牙必须要往前，你的下门牙去碰触到上门牙。开咬的人是完全没办法发齿音，他必须要用舌头去取代牙齿碰撞的那个声音。这一类的患者，光听的时候你都会听得出来，他们的齿颚是有一些异常的。那就像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职业歌手，所以说他在一些发音方面就产生一些困难。